在这个世界，以制服为战斗服，而没穿制服的刘子则是以普通转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学校。一到校门口就看见个裸男被吊在校门口当街示众，一切都得从刚才说起。早自习时刻，有个男人忽然一脚踹开了教室门，给老师吓得直接跪了。他是来找自己丢了的一新制服的。不爽学校风气的卷毛站起来，扔了个催泪弹，趁着烟雾溜了，但还是甩不掉大背头的追击，最后被直接扔到了操场。忍无可忍的卷毛掏出了偷来的一新制服，穿上一新制服的卷毛感觉整个人都亢奋了，闪避技能点满，大背头挥来的鞭子全都避开，但很快他就落了下风，就挨了打。想给大背头点颜色看看，那一拳却像打在棉花上。原来大背头穿的是3星制服，比1星级强多了。大背头决定好好教训他一顿，用鞭子把卷毛抽得四处乱飞。你穿了制服想干嘛？不就是个大质胆的狗吗？最后连制服也给扒了。这时候学院的老大学生会长高月出现了，大家赶紧行大礼迎接。这就是一个等级严格、弱肉强食的学校。今天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客，正是拽教生刘子。他来这学校是来打听杀复仇人的消息，他很快就猜高月可能知道点什么。看高月不愿意说，没辙了，刘子只好应上，结果却碰上了钉子。拳击部长戴田一拳把刘子打飞老远。刘子还是不甘心，又冲上去挑战，但还是不是戴田对手，因为他也穿了那种能打的2星战衣，用出了佛山无影拳，把刘子揍得鼻青脸肿。那一通左冲拳和右勾拳，高月下令手下拿回那把剪刀。刘子知道不能硬来，赶紧选择了撤退。回到家的刘子自己都无力，让他自己都生气。突然地下室的机关启动了，刘子就这样掉了进去，刚立下不久就受了伤，鲜血流出来。那神秘战衣吸收了刘子的血，战衣绑上了刘子的血，逼他穿上战衣的刘子又回到了学校，救出了当人质的贞子。穿上战衣的刘子是否能打败戴田？戴田一上来就是拳影重重，对刘子是无死角的攻势，还有那假动作后的快拳，对战衣加持下的刘子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戴田没辙，只能拿出秘密武器，那就是特制的狼牙拳套，但那也只是虚张声势，一拳下去拳套4分5裂。刘子的反击毫不在意，终于到刘子反击的时候了，瞄准左侧下颌，很快就把戴田打倒在地，连那战衣都被打散了。这才是刘子心中的美少女战士，美丽又强大的她，任谁看了都得佩服。人衣是服装界的新宠，这种纤维的材料被称为生命战维，用这材料做的衣服能让人变得更强大，激活了人体隐藏的力量。刘子那件是100U生命战维做的水手服。这时候学校的实验室里正在试着用50后最强的试着用50生命战维缝出一件战衣，但实验失败了，还导致食人对象失控开始狂暴，打的麻醉针根本不管用，直接把无辜的吃瓜群众全都闯飞。好在谋田骑士出现，轻轻松松就把对手搞定了，战衣也自己解体了。他们看着刘子身上的全是生命战维的战衣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就连我说的生命战维的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说回到这边，高月不愿意示弱，回到家为了彻底打败刘子，准备取回那件属于他的尘封已久的纯洁战衣。虽然被下属和管家拦着，但高月的决心还是没被动摇。高月割破手指，把血滴在衣服上，显然这战衣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。躺到草丛里，他好像不想听高月的，但高月靠着强大的毅力，还是得到了战衣的力量。终于，刘子回到学校，面对高月，迎来了宿命的第一战。两人不废话，高月先变身，战衣输给了神医纯洁，这把刘子吓了一跳。没想到除了他自己，高月竟然也有和他一样的战衣。刘子也激活了自己的战衣。打起来之前，战衣鲜血就警告刘子，对方远比刘子强大，单凭气场，两边就掀起了狂风。刘子还是选择正面硬刚。高月手里的剑轻轻一挥，冲上去的刘子只能勉强防守。刘子明显吃力了，高月的攻击波波接踵，流不接踵。刘子战斗经验不足，只能拼命用太刀格挡，血液流得越来越多，形势对刘子越发不妙。刘子终于找到机会，想从背后袭击，结果高月轻而易举就挡住了。高月真是享受战衣的力量，一击就把刘子打飞好远，靠战衣力量在墙上飞来跳去，紧追不舍地打击刘子。刘子因为不信任战衣，没能发挥战绩的全部威力，只能被动挨揍，连变身状态也保不住了。在贞子的鼓励下，
刘子突然开窍了，在侧冲里，并且和战一的默契突飞猛进，这才显示出战一的真正实力。刘子就像个王者，爆发出了全新力量，和高月斗得不分上下，就连手上的太刀都变样了。太刀变成了猛斩模式，攻击力大增，攻击范围也变大了好几倍。可高月还是躲开了攻击，两人又开始了战斗，那破坏力都把周围人吓了一跳。刘子挥出拳头，高月回脚踢，墙壁上的凹了个大洞。这场战斗简直震撼到极点。不知道打了多久，两人终于停下手来。刘子最终还是体力不支，先败下阵来。但刘子嘴硬，不愿意认输。高月掌管的学院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如此嚣张。高月没生气，反倒觉得很有意思，还表示欢迎挑战。以后学院的所有社团都会成为刘子的对手。刘子能打得过如此庞大的敌人阵容，并且再次挑战高月吗？让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只要拥有了这样的制服，就能变身结合化身铠甲武士，这样帅气与武力共存，3星级的剑装，谁不想来一套呢？袁山虽然力量大，还是败给了新手女孩刘子。他过去多嚣张啊！作为关东扛把子袁山，年纪轻轻手下就有了500个小弟，但高月就凭气场把小弟们全吓退了。袁山原本想偷袭，结果还是被高月一招拿下，被收入麾下，还被邀请加入创立的学院，如今成了学院最强的4大天王之一。好胜的他又忍不住了，不听学生会长高月的劝，决心挑战刘子，出挑战书，直接在校门口向刘子发出挑战书。体育馆里人满为患，大家都等着看这场巅峰之战。袁山等了好久，第一个启动3星制服，3星级剑装制服。刘子也不示弱，摘下红色手甲启动变身，一上来就把袁山的铠甲劈开，没想到根本没打中人，原来是袁山留下的残影。刘子有连续发动攻击，袁山开始反击，连续用竹剑击中刘子的要害，逼得刘子只能靠速度赢，不停加速混乱袁山视线。袁山也不简单，很快就跟上刘子的步伐，刘子只好硬吃攻击。袁山发动秘技天眼通，不管你怎么动我全都看穿。现在他像个人体扫描仪，轻松看穿对手的一举一动，预测对手下一步，把刘子逼到绝境，还挺能打的嘛。但这样的话，怎样呢？神速千本突击，光挨着猛如暴雨的攻击，刘子就已经很吃力了，随后更是挨打到没力气回击，紧接着就被击倒在地。但刘子顽强的又站起来了。袁山太依赖自己的眼睛，很快就吃到了苦头。刘子终于想出了对策，割下自己战衣的一角，用布片蒙住了袁山的双眼。袁山一下子手忙脚乱起来，扔掉了手中的武器，急忙想摘下脸上的布片，这正给了刘子机会，轻轻松松就把敌人的3星制服解体，必杀技也失效了。袁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决定让同伴把自己的眼睛缝上，还请对方帮忙升级自己的制服。不服输的袁山又挑战刘子，两人开启了第2轮对决。3星制服剑装也改良了，新的铠甲似乎不一样了，连刘子的战衣都能感觉出来。刘子没多想，打算再用同样的方法，又尝试遮住袁山的视线，但这次这招没起作用，想冲上前解决对方，眼睛被蒙上的袁山没看见就击中了刘子的背面，接着就把刘子击飞了好几米远。这次的攻击力度和上次完全不同，没想到对方会为了打败自己，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袁山紧接着追打，让刘子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，甚至连刘子的恐惧都捕捉到了，这就是放弃一切的决心。袁山已经达到了心静合一，除了视觉，其他感官都提升了。面对袁山的疯狂攻势，刘子能节节后退，被动挨打。这就是袁山新学会的技能气眼通。现在的袁山攻势如逃不可挡，根本不留给刘子反击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刘子又一次被打飞，落地的冲击力量整个地面都裂开了。袁山觉得没了太刀的刘子简直不值一打，但刘子用战衣的细丝把太刀扔向袁山，可惜没打中。袁山瞬移到刘子背后，刘子顿时慌了，紧接着袁山狂轰滥炸，刘子挨打挨得直叫。最后刘子还是输了。正当袁山要结束这场战斗，3星制服却因为过热而自动解除，刘子抓住这机会逃了出去，他们的战斗也就这么结束了。刘子以后怎么才能打败这么强的对手呢？这种怪异的制服你绝对没见过，穿上这只制服的家伙越挨打越来劲，简直就是找虐的。很好哦，继续来。这男的之所以被打，全因为他穿了竟可以用来打架的奇葩3星制服。刚才那个摩托车抛锚的俩人赶上了大背头的顺风车，但没多久就被敌人追上了。
敌人的目标就是抢了大背头身上的3星制服，想借着制服增强自己的实力。意识到自己被瞄上了的大背头急忙狂打方向盘摆脱追逼，这只狂野的就像失控的陀螺，最后不得不撞护栏才停下来。追上来的敌人把他们围个水泄不通，原本想动手的刘子就被大背头拦下。大背头说自己能应付。敌人先是射了导弹过来，但爆炸连大背头的皮都没捅破。紧接着大背头开始变身，敌人不断加大攻势，子弹却如雨点般落空，甚至没穿透对方的装甲，反倒让大背头越战越勇，继续轰我吧！你们的每一击都在激励我的心。穿着制服的大背头能把敌人攻击反弹回去，连撞来的3辆车都成了帮他蓄力的工具。吸收到极限的力量爆发，攻击猛如风，猛如风暴。大背头终于爆发，一下子把敌人全灭了。这让刘子也得感慨，大背头的实力真是可怕。7天7夜的混战后，学院里为了新的3星制服，剩下的人向4大天王发起了挑战，结果最后演变成刘子对上了4大天王。刘子想知道父亲之死的秘密，只能从高月那里得知，他只好选择战斗，首个对手就是风纪委员长大背头，随即启动了自己的3星制服。刘子一开始没急着上，因为他知道对方制服能反弹攻击，但刘子还是太单纯了。既然没人攻击，大背头就自己打自己，这招真是够狠的。蓄力完成的大背头开启了第2形态3星级制服死附之装，射出了一堆藤蔓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势，刘子只能挨打，勉强站起来。这藤蔓又收回去了，对刘子又是一波伤害。刘子这一次选择正面硬碰硬，以为一刀能解决战斗，谁知对方的制服表面根本不是活的战围，只是歹刀根本砍不卡而已，所以太刀根本砍不动，要打败他只能从里面破坏生命战围。刘子又试图破开护甲，攻击还是被吸收了，战斗陷入胶着，反倒是刘子的战衣给了大背头源源不断的力量。刘子被像皮球似的扔来扔去，突然飞出擂台外的他差点从擂台上摔下去，还好用太刀撑住了。爬回擂台的刘子继续狠狠抵抗，不肯认输。看到刘子还在坚持，大背头使出了杀招，扔出6个满是刺的轮子，把刘子的太刀给打飞了。这下糟了，接着刘子也被轮子困住了，好像要把刘子做成肉夹馍似的。不走寻常路的刘子突然取消了变身，冷酷的大背头只好给刘子来个大香肠，藤蔓伸到最长又收回去，把刘子包裹在护甲里。本以为刘子没戏了，谁知这都是刘子的诡计。突然大背头身上长出了刀刃，让大背头痛不欲生。血闪刃，原来刘子变了战衣形态，这下终于打破了外护甲，里面的生命战围暴露了出来。刘子抓住机会一举解决对方。能飞的吸血战衣真有，连乐器做的战斗机甲都不在话下，作者的脑洞真是让人佩服。刘子要从高月那里知道父亲被害的真相，只能先打败学院的4大天阳。第2轮战斗开始，下一个挑战刘子的是眼镜男谋照，变身开启3星级制服炭之装。看起来普通的变身，其实暗藏秘密。牟田利用制服的力量不断分析预测刘子的动作，开始时还能准确预测刘子的行动，但刘子很快就超出了预测范围，这让牟照难以相信刘子早准备，就是要出其不意。刘子一阵猛操作后，正想到对方突然攻击对方，没想到对方突然消失了。敌人穿的制服能像蜥蜴一样隐身，看不见的敌人让刘子变得极其被动，一时间刘子处于劣势。从外乱来的刘子下一秒的举动又让所有人意外，竟然用鲜血战衣变出了个巨大的眼睛，瞬间让战场无处遁形。牟田没地方藏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来袭。这种攻击显然出乎牟田预料。刘子正要一刀定胜负，牟田突然停止变身，宣布自己放弃比赛，弄得刘子一头雾水。比赛进入第3轮，这回对手是利用乐器战斗的蛇崩，边战边享受音乐，起步快。巨大家伙正是蛇崩变出的3星制服机甲。刘子刚想冲前，就被蛇崩的音波攻击击中，接着是一阵音符轰炸，刘子只能东躲西藏，这让刘子难以接近敌人，费尽9牛2虎之力终于靠近，结果被音波攻击弄得吐血。蛇崩突然变形机甲居然直接飞了起来，奏之装几把，占据天空优势的蛇崩再次对刘子发动攻击，刘子只能拿太刀拼命防守，蛇崩甚至扔出数滴导弹直奔刘子而去，刘子只得拼了命的跑，终于开始反击，把生命战围绑在太刀上，转了一圈蓄力后扔出，缠上了蛇崩的机甲，准备把敌人从空中拖下。蛇崩赶紧扔掉武器，试图切断生命战围的绳索，但没能成功。蛇崩先破坏地面，让刘子没地方站，
这点攻击还打不倒刘子，于是射出一堆树敌导弹，狠狠轰炸刘子。刘子被逼到墙角，也改变了战衣形态，自己也能飞了。这下对方没空中优势了，蛇帮超级生气，居然敢跟我平分秋色。战斗越来越激烈，刘子突然冲向高月，却被蛇帮挡下。蛇帮对刘子全力开火，刘子只能在空中翻滚躲闪，趁机抓了个导弹反射击蛇帮，就这样炸毁了敌人机甲。本以为能一举拿下敌人，没想到对方还有备胎，头上竟射出音乐能量炮。刘子有点应付不来，连鲜血战衣都受影响，发挥不出应有实力。刘子站起来，闭上眼，进入忘我状态。蛇帮准备放大绝招时，刘子竟然让攻击停了。刘子和鲜血战衣产生共鸣，像音叉一样发力，把敌人攻击弹回去，开始能量对决。你该认输了吧？最后还是刘子更强，这次终于把对方干掉。来了，天剑太刀两段模式，最后一击结束战斗。你有没有梦想过这样的生活？开豪车，住豪宅，穿名牌，吃山珍海味，但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刘子学院里打架无敌，连吃个午餐都能惹架，这些小喽啰对刘子来说不在话下。只要打败刘子，就能拿到3星制服，拿到就能升级，过上好日子。想要彻底打败高玉和他的学院，还想让照顾之主的贞子过得更好，刘子决定组建宣华部，想通过打架打败别的社团，目标是爬到学院食物链顶端。同时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，幸好学院的统治者高玉批准了。高玉还专门警告刘子，希望他别最后也变得跟他们一样。但事情真的能这么一帆风顺吗？看到那成堆的文件，还有没完没了的会议，刘子都吓傻了，干脆把部长的位置让给贞子。这下贞子有点懵了，贞子明显还有点不适应。刘子开始了他单挑的打架日子，先挑战的是民族舞社团，对手利用奇怪的阵型给刘子造成了不少麻烦，但变身后的刘子还是轻松搞定了。刘子一个接一个挑战社团，可以说无往不胜，而贞子却每天忙着开早会，处理成堆的文件。不过两人的努力总算有了回报，搬进了豪华的公寓，吃上了纯肉馅的可乐饼，凡人激动的流泪。对贞子来说，这生活简直就像做梦。刘子继续挑战各个社团，贞子也忙着处理社团日常事务，都盼着这样的生活能保持。最后他们搬进了大别墅，享受豪华大餐，但家里似乎少了温暖。刘子面对的还是打不完的架，这让他感到很空虚，没有人陪着吃饭，连牛排吃起来都没味了。刘子泡在浴缸里出神，开始怀疑这样的生活他真的想要吗？挑战4大天王的日子到了，只要赢了就能登上学院之巅。但刘子却选择解散宣华部，贞子觉得完全不可思议。贞子显然不赞成，这么做他们又得回到贫民窟。高月突然扔给他一件2星制服，让贞子穿上去把刘子打败，这样就能保住他现在的生活。贞子迅速做了决定，穿上了2星制服，然后就准备跟刘子来一场大对决。贞子先下手为强，一脚把刘子踢翻，紧接着朝刘子砸了一堆金属。刘子正想上前阻止贞子，却被贞子一棒球棍挡住了。刘子劝贞子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但贞子的父母也来看热闹，他们希望贞子快点解决刘子。不小心贞子被铁链锁住，他费了好大劲才挣脱棒球棍里发射出导弹，刘子却没躲，直接接住了飞来的导弹。正在丑吞刘子解除了变身，贞子就不想就这样放过刘子，对着刘子拳打脚踢，刘子却一点反击的意思都没有。两人就这么从白天打到黄昏。贞子向刘子挥去的拳头突然停下，刘子的行为打动了贞子，当上了部长，生活好了不少。我还以为大家都闪闪发亮了，以为家里人都有了希望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那只是虚幻的光芒，谁觉得狂在草丛里？那只是虚幻的光芒，让人迷失了，它不是真正的光辉，是那虚假的生活蒙蔽了我们的眼睛。清醒的贞子一拳头重重地砸向了地面，烟尘过后，地面出现了个大洞。原来贞子刚才根本没使出全力，这下部长的位置也不要了。贞子脱下制服让刘子摧毁，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，吃着不知道什么馅儿的可乐饼，但只要有朋友和家人在，不管吃的是什么，心里都特别满足。到底是什么让这女孩这么生气，竟然愿意失去理智去暴走，也得把这个小萝莉打得4分5裂。就在那一刻，人参正打算跟刘子决一死战，一个萝莉突然蹦出来，打断了他们俩的对决。一看这人就知道没啥好事，袁山不想被萝莉搅局，就立刻动手攻击，谁知道萝莉用伞就挡开了，袁山又攻上去了。看好了，
没想到萝莉竟然全程斩剑，没想到萝莉竟然用指甲把制服的线给拔了出来，连身的制服一下子就散架了。萝莉总算如愿以偿跟刘子对上了，对方还掏出了手上捡到的另一半。刘子被吓了一跳，没错，这人就是他爸爸的仇人。刘子气得要命，一上来就用太刀狠狠地砍，可是萝莉竟然单手挡住了。刘子问他为啥杀了他爸，萝莉说你爸碰了禁忌，只是轻轻摸了下战衣，鲜血战衣难受的直接跳了起来。刘子不想废话，又劈了过去。萝莉趁机拔出了战衣的关键，那根红色的生命战围。鲜血战衣痛得不行了，好在鲜血战衣不止这一根线，挺过了这一下。气愤的刘子又冲上去，结果被对方灵活地躲开了。看样子这女人比刘子厉害多了。萝莉开始说刘子爸爸怎么被害的。时间倒回到他爸爸被害前，萝莉找到了在地下室研究的他爸，他的任务就是拿走研究成果，没想到拿出的皮尺割破了他爸外套。他爸意识到危险，及时躲开了。萝莉的皮尺缠住了他爸手臂，他爸一把扯过来，脚踢飞了萝莉。两人斗得不可开交，但年纪大的爸爸还是不敌萝莉。萝莉刚用出点真功夫，就让他爸节节败退。父亲拿出了他自己研发的那把专门剪断生命战围的剪刀，向萝莉猛攻过去，但萝莉反手夺刀，把他打伤了。听到外面有女孩子的声音，父亲抓住机会，把萝莉眼睛弄瞎。萝莉气炸了，用剪刀结束了父亲的命。刘子赶到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知道这一切的刘子怒火中烧，心里的复仇火焰再也按捺不住，血液沸腾起来。但刘子的处境其实挺糟糕，虽然力量大增里却严重失血。得意的萝莉开始大笑，高月也感到事情不妙。失控的刘子一拳砸向地面，地面刹那间开始坍塌。高月这时也变身了，准备镇压失控的刘子。刘子失控的攻击萝莉，这时红发男冲出来阻止刘子。萝莉也注意到了红发男，红发男虽然1对2。攻击却无济于事，反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中，反被萝莉给盯上了，最后只能选择撤退。萝莉紧追不舍，没想到掉进红发男的陷阱，还在暴走的刘子突然被攻击，躲在一边的红发男按下了开关，引爆了事先埋好的炸药，刘子就这样被埋在了废墟里，但这对刘子并没有造成伤害。高月赶到，试图唤醒刘子，却在躺在草丛里，试图唤醒刘子，但完全没用。双方势均力敌，两人战得难解难分，造成的破坏力也极其恐怖。学院变成了废墟。高月准备好了，面对还在继续狂化的刘子，高月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重击的瞬间，竟然出现金色波浪。这时，贞子不顾一切地冲上来，不停地呼喊着刘子的名字。高月正要下狠手，贞子还没放弃刘子，终于抱紧了刘子。哪怕刘子全身烫得要命，贞子也紧紧不放。然后贞子用出家传的降龙18掌，让刘子乖乖听话，这样刘子终于不再失控，身体也渐渐恢复了。高月看到这情况就赶紧走了，还警告萝莉别管刘子的事。萝莉显然不会听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3个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有钱人到底能狂到哪种程度？对着敌人疯狂射击，真是太土豪了。刘子被仇恨蒙眼后的那次暴走，他害怕自己再次失控，从此就萎靡不振，再也没法穿上鲜血战衣。自称新闻部的丰田突然找上了刘子，希望刘子能振作，帮他对抗学院的力量。经过一阵内心挣扎，刘子决定再次穿上鲜血战衣，去救被风纪委抓的丰田。没多久，刘子就解决了敌人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丰田竟是萝莉女真木风伪装的。他的目的是再战刘子，这让刘子怒火中烧，但因为怕自己再失控，刘子不敢全力以赴。很快萝莉就发现了破绽，把刘子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连鲜血战衣都被破了。萝莉正准备下杀手，高月及时出现，赶走了萝莉，救了刘子，还带走了战衣碎片去研究，命令手下。然后学院全员出动，准备开始3都镇压之旅。游子也开始了寻回战衣碎片的旅程。而那的女孩正是他们的目的，正是这3个学院统治了京都神户、大阪。首战大背头就来到了神户，面对对方的橄榄球队，大背头派出了风纪委员队，武器竟然是学生手册，看着敌人凶神恶煞的，其实轻轻一碰就打。超级硬核的学生手册风暴，结果被扔出的手册轻松解决掉了。蛇帮来到了京都，对方一上来就使出了事先准备的五芒星阵。这可是擅长幻术的安倍学院，他们4个召唤出了传说中的4大神兽：玄武太郎在南，朱雀2郎在南，青龙3郎在东，白虎4郎在西。蛇崩提醒大家，这都是幻觉，大家还是吓得四处逃跑。牟田及时出现了，他的一番操作很快就打破了敌人的阵法。
敌人一气之下派出了大队人马，石崩马上指挥乐队反击，声波一出，敌人就被击退了。轮到袁山了，他遭遇了能用钞票当武器的多宝男，没想到他把钞票做成了子弹。面对这土豪式的攻势，袁山拼命抵抗，但部下们还是被金钱诱惑了。敌人又攻过来时，袁山赶紧用乒乓球队防守，然后相扑队员一个脚踢，居然把敌人翻在了地上，接着就开始反击。袁山带队准备冲校园，结果又被敌人打了回来，两边陷入拉锯战。回到神户这边，本想到背头正想解决剩下的敌人，没想到对方弄来了肉弹战车，大背头又用学生手册攻击，但攻击被肉盾轻松挡下。敌人以为稳赢，结果炮弹被学生手册盾牌给反弹回去了。大背头打算趁热打铁，一本校规手册砸出去，战车秒变废铁，敌人没招了，只好举手投降。正在这时候，刘子骑摩托突如其来，踩着大背头的脸当跳板，飞过重重包围，把那鲜血战衣的碎片抢回来。石崩那边仍然在和敌人纠缠，不过有了鲜血战衣碎片，敌人明显被压制住了。这时刘子也到了石崩这里，不说二话，直接动手，连抢带夺的拿走了乐队的碎片。抢到碎片的刘子匆匆离开，去找下一个碎片。转战袁山这边，多宝男抛金如土，引得大叔大妈们围攻袁山，大家拿出武器疯狂开火。袁山有点不知觉地躺在草堆里，袁山有点不知所措。这时高月也加入战团，没多久刘子就把剩下的碎片夺了回来。可最后一片碎片在高月手里，刘子能不能从高月这儿夺回最后碎片呢？菊花升天是啥滋味？这感觉肯定很爽。就在刚宝男凭借超能力派出大批人马包围高月和袁山，高月轻轻一斩，所有人瞬间没了战斗力，然后一股强劲气释放，吓得大家丢下武器四处逃散。这就是恐惧战胜财富的场面。以为多宝男会乖乖投降，谁知道他竟然按了个神秘按钮，照出一只金光闪闪的螃蟹机甲。机甲多宝男感觉自己又牛了，多宝男先发制人，把两人打退。袁山急令手下反攻，但这帮人根本不是多宝男对手，人多也没闪到便宜，面对机甲多宝男完全是徒劳。接着背后射出满天葫芦导弹，原本以为高月这次玩完了，谁知道大背头赶到了，挡下了攻击，石波和某铁也跟着来了，三人全都换上了崭新战斗服，袁山的新制服也被裁缝给送了过来。袁山穿上战服，战力直接飙升，对上多宝男毫不费力，几下就教会他如何做人。袁山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攻击套路，正打算给多宝男一个教训，结果对方居然玩出金光闪闪的大招，全身涂满黄金大便的袁山动弹不得，多宝男紧跟着用火焰攻击，但根本没在大便堆里找到袁山。袁山突然从背后冒出来，一击直击，要害多宝男痛得哇哇叫。这攻击太奇葩了，看着都让人菊花一紧，最后连机甲也被戳破了。接下来是菊花升天大招，成功把多宝男送走了。这招根本行不通，多宝男想跑，结果被高月抓个掌从里，挣扎。刘子忽然冲着他说出装备从哪来的，刘子忽然冲过来，准备从高月手里夺回赤手甲。两人的决战一触即发，高月抢先一步变身，两人的对决就此开始。但刘子缺了最后一片碎片，变身不成功。高月再次发动攻击，无数钢针向高月飞去，是来自反制服组织的红发男。组织的其他成员也都出现了，他们来是为了帮助刘子。刘子的老师美木也派人来了，连他自己也冲下战场。高月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引出幕后的反制服组织。四大天王终于等到机会体验新的战斗服，一场激战不可避免。刘子也准备穿战衣变身，可鲜血告诉刘子没有赤手甲，战衣撑不了多久。但刘子还是决心穿要多久。刘子一头扎向高月，鬼容院高月不过是自我骗局。刘子一触即发的瞬间，一把抓紧了赤手甲，终于把赤手甲夺了回来。现在鲜血战衣的威力全开，高月觉得就算这样，刘子还是赢不了他。但现在的刘子已经天翻地覆，实力大幅提升，高月技术仍旧更胜一筹。面对刘子疯狂攻势，高月全力反击。不留神，刘子被高月击退，连太刀都飞了出去。刘子马上变换战衣形态再进攻，但伤害对方还是没能成功。紧接着变成飞行模式。
射崩看出来，立刻来支援高月。站在射崩肩上的高月和刘子在空中战到翻天，刘子没防备又被打飞。射崩的攻击也跟着到，无法反击的刘子退出飞行模式，夹攻之下，刘子只好到处躲。然后一下子把高月从天上打下去，高月毫不慌张发射战衣脚，强行把自己救回来，顺势就是一脚踢飞刘子，根本不给刘子反击的机会。高月追着刘子猛打，连铁塔都被撂倒，被打昏的刘子从天上落下，鲜血战衣急救措施启动，安全让刘子落到地面。贞子刚想扔太刀给刘子，被大背头挡下了。没了太刀的刘子只好把战衣一部分变成武器。刘子和高月交手的那一秒，战衣喷出的血液正好蒙了高月的双眼。刘子抓住机会把高月击倒，夺回了高月的武器。高月高傲不肯服软，用战衣变成利刃指向刘子。双方你死我活，这么打下去，俩人都得受伤。刘子看着俩人都伤痕累累，心软了，决定劝高月撤退。最后俩人还是没分出胜负。谁知蛇崩突然动手，把反制服组织的基地炸平。高月的目标终于实现了，开始撤退。是什么让这对母女反目成仇？竟然一剑刺穿了母亲大人的胸膛。高月经过和刘子的激战，离心体力不支了，看来控制不了纯洁的战衣。真木凤出现在高月坐的飞机上，打算带高月回他妈罗小家。高月回家立马去了浴室，罗小已经等在那儿了。在罗小帮助下，通过药浴，高月恢复了，积攒的伤痛也消失了。然后俩人下了地下室，看到了一切的起源。原初生命战维是外星来的，鬼龙院家的生命战维是外星来的。鬼龙院家的使命就是侍奉生命战维，目标是让他占领地球。这边向美墨老师带着刘子到了反制服组织的秘密基地，把生命战维的秘密都告诉了他。其实是生命战维选了人类。太古时期，外星生命战维来到地球，帮助人类进化，本想寄生在生物体内，通过吸收神经电流繁衍，但这会害死宿主，只好附在生物表面，从皮肤吸微弱的神经电流。智商高的人类祖先被生命战维选作宿主进化了。经历了漫长岁月，虽然人数越来越多，人类成了食物链顶端，但这都是生命战维的功劳。人类不过是他的饲料而已。他们一直躲在人的衣服里睡大觉，等那一天醒来，大概20年前，生命战维又活过来了。鬼龙院罗小开始跟原始的生命战维打交道，变成了生命战维的代表，创了 Cover 服装公司，几乎垄断了服装界。他们产的衣服已经卖到全球90个国家，到处都有收割的迹象。这一切刘子的爸爸都看在眼里，于是就用刘子的 DNA 做出了鲜血战衣，同时还成立了反制服组织。面对势大如鬼龙院罗小，刘子成了他们打倒鬼龙院最后希望。这时候鬼龙院一家也在忙，在本能自学院搞一场神秘活动，那就是大文化体育季。一场风暴快来了，高玉不久后回到学院，开始准备体育季。刘子他们也发现了鬼龙院正在搞让生命战维全内醒来的阴谋，决定马上回学院去阻止，要跟鬼龙院彻底结束这事。体育场坐满人，高月一番振奋人心的讲话后，鬼龙院罗小终于出场了。一亮相，就用他的气场征服了所有人。经过一通洗脑的话，罗小按了个红按钮，现场的人瞬间被生命战维吞了，战维吞了。顿时体育馆鸦雀无声。实验成功让罗小很满意。刘子赶到想让他放人，罗小根本不把刘子当回事，还在那儿瞎扯，却被高月突然来了一下，剑穿过他的胸口，随后就被扔了出去，把他钉在刑台上。这变化让刘子接受不了，反派罗小就这么轻易栽了。这女人真是个怪物，头都砍下来还不死。就在刚才，高月终于跟他妈摊牌了，全力以赴跟罗小对抗。面对训练有素的本能自学院精锐，罗小老谋深算，完全不慌，手里放出了一大堆生命战维，对着成群学生施了精神控制，这帮人就成了待宰的羔羊。这就是罗小的杀手锏，生命反放。在罗小的指挥下，背叛者们向高月发起了进攻，一点都不犹豫。高月急忙启动战衣纯洁，哪怕形势对他不太好，挡他路的都得倒下，不管你是敌是友，都别想动摇他的决心。刘子也被盯上了，反制法尔人组开始反击。面对气势汹汹的高月，罗小早就有了应对之策，轻轻一弹手指，手上出现的生命战维便把刘子紧紧抓住，扔向半空。然后生命战维直接侵入刘子的大脑，一道光闪过，被抓的刘子也着了道，开始无脑朝高月进攻。就算没启动战衣鲜血，斩击的力量也是挺吓人的。这下罗小也傻眼了，高月试图唤醒刘子，可就是没啥用。
两人僵持着，刘子突然一拳打向自己脑袋，帮脑子的生命战围也断了，硬生生的把他拔了出来。正想变身的刘子，敌人真木凤突然出现，敌人的嘴炮想让刘子怒，可刘子早看穿了他的伎俩。变身完成的刘子不一样了，实力已经甩开真木凤。敌人召来的分身一大堆，刘子一刀就轻松解决。这时候的刘子战1和2为1，力量爆棚到一个新高度。实力猛增的刘子让真木凤不敢相信，高月清理掉障碍，终于到了和罗小决战的时刻。他这么做全是为了给父亲和妹妹报仇。罗小就觉得这理由挺可笑，一闪寒光，罗小的脑袋直接飞了。但这事儿远没完，丰毅的原初生命战围醒了，许悦裁缝部的人开始挨打，原初生命战围也要开始动手了。地上的罗小脑袋开始说话，不留神罗小身体把高月打飞了，看来罗小还没出局，自己的头又接回去了。面对这等对手，高月束手无策，接着被罗小狠狠追打，连武器都被毁了。高月被打得只剩下一口血，失去耐心的罗小使出了终极技，高月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战衣唇前也被罗小穿上了，败了的高月像丧家之犬，罗小也开始变身，猛逼的刘子遭到偷袭，手直接插进刘子胸口，刘子的心脏被挖了出来，居然和罗小一样没力死。罗小立刻揭开了秘密，刘子和自己一样，肉体已经和生命战为同化了。你是我那本该死掉的女儿，外星生命要占领地球，人类还有没有活路？就在刚才，天上出现了满天外星制服覆盖者，一个个吞噬人类，力量不断变强，人们一下子慌了。普通人类不是对手，更多人类被抓吸收，力量越来越强，剩下的人只能逃命。四天王及时出手，伤亡才没进一步扩大。贞子还是被抓了，风纪委员大背头想救，但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贞子被带走。刘子刚知道自己妈是大魔头罗小，一时接受不了，情绪失控削了罗小的胳膊，心脏也回到了位子上。刘子还接受不了这事实，立马对罗小狂轰滥炸。真木凤也跑来帮腔，高月躺地上还想反扑，直接按下手里的炸弹开关，把整个学院都给炸了。才过了1个月，人类已经没地方可躲，原初生命战围派的覆盖者到处追人类当猎物。四天王之一袁山带队快速撤，可惜被覆盖者发现，只好再次变身战斗。可这副已经到极限，就快撑不住了，瞬间就开始崩解。幸亏小弟们及时冲上来，还活着的人类有反争取到撤退时间，还活着的人类有反制服组织带到地下民场活着。四天王和反制服组织交流信息，能对付敌人的武器所剩无几。罗小控制了所有光明，不利的情报全被封锁。刘子自从那场战斗后就没醒，大家都挺担心他。刀月也被罗小关起来了，刀月没死，因为罗小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。实验室里，真木凤在做一件神秘战衣，这时警报响了，反制服组织被覆盖者攻击，大家急忙准备迎战，一支的秘密武器也做好了。面对这么多覆盖者，最强5人组大显身手。就在这时，贞子家狗子找到了贞子的位置，大背头注意到了，立刻冲上去跟覆盖者对干，拿出秘密武器瞄准敌人胸口，一枪下去，贞子和制服分开，成功救出贞子。这证明他们研发的武器真的能打敌人软肋，这武器攻守两端都行，这就是积极救命吸引句。显然反击的时机到了，但覆盖者突然变形了，把自己变成一台竖琴，发出的声音刺耳的让人受不了。声音的干扰下，刘子也感到难以承受，突然之间就从昏迷中醒来了。一瞬间火光冲天，身披斗篷的刘子现身了，那眼神一看就是不好惹的。一击之下，敌人全被秒了，这威力吓人的很，战衣鲜血过来了，但刘子警告别人别靠近，双方的关系从此破裂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由生命战围构成的怪物。女孩的妈妈竟这么狠心，把女儿和那件礼服缝在一起，到底有多深的狠？原来是刚刚刘子决定和鲜血战衣说拜拜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怪物，完全崩溃，对自己感到极度厌恶。看到刘子那么痛苦，贞子赶紧开始安慰，但刘子似乎不领情。真木凤突然跳出来打断贞子，开始挑衅刘子。刘子气得对着对方猛喊，罗小也过来添堵，希望刘子能加入他，但刘子根本不听，只是不停地攻击罗小，发泄心里的恨，但攻击好像没什么效果，然后就诱导刘子去本能寺学院解决问题。刘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雷默告诉刘子这是圈套，刘子根本不想听劝，直接砍断大楼显示决心。我看谁还敢拦我！大家眼睁睁看着刘子孤单背影走了，随后跳了辆酷炫紫色摩托，一个人去了本能寺学院。
反制服组织基地里，大家正商量接下来的计划。顶尖黑客牟田也在里面，成功潜入学院的监控系统了，发现敌人在酝酿个大秘密计划呢，重大秘密计划呢。重点是找到了被关起来的高月的位置。牟田机智地开启了广播系统，高月竟然在用指甲敲摩斯密码。四天王立马就明白了，眼睛都亮了。现在反击的好时机到了。美墨赶紧拿出了杀手锏，大家马上跳上太阳丸号，朝着目的地前进。刘子也冲到了本能子学院，刚到就把周围的小兵轻松解决了，行动起来就像砍瓜切菜一样，顺便还救了好几个被吸收的人。刘子一出手就能看出来厉害不？真木凤终于露面了，刘子一看到他就气冲冲的，先用摩托车开入，两人打了好几回合，还真分不出谁赢谁输。罗小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，身后的导弹呼啸而来，罗小优雅的一转身躲开了，是反抗组织的飞机发射的导弹，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轰炸，但罗小有覆盖者保护，算不了什么。刘子还在和真木凤斗得不可开交，好不容易抓到个机会，一刀刺中了真木凤，结果还是没能干掉他。为了说服刘子，真木凤竟然掏出了自己的心脏，他的身体也全是生命战为构成的，可这招还是没法让刘子心软。这时候战鱼纯洁突然出现在空中，结果刘子被控制动弹不得了。原来是真木凤给他的身体下了手，把他和战衣纯洁给缝在一起了。刘子被迫穿上了纯洁战衣，这就是罗小和真木凤的真正目的。刘子该怎么摆脱这个困境呢？把你的心灵交给纯洁吧，刘子别动。这女孩一激动，连自己都害怕，为了摆脱身上的礼服，差点自己也受伤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刚逃出来的高月就被覆盖者围了起来，幸好四天王及时赶到救了高月，然后迅速撤退了。刘子被迫套上了那身纯洁战衣，脑子里的记忆瞬间就被改写了，记起来罗小对他那么亲切，就像是一直陪他长大一样。直到他穿上婚纱那一刻，刘子第一次感到这么幸福。洗脑后的刘子就变成了罗小手里的战斗妻子。四天王带着高月撤回到太阳丸号上，可是被操控的刘子紧追不舍，他随便一挥手，两架飞机就这么翻进了海里，连红毛的机甲都伤不着刘子分毫，只能任由无情的刘子把他击倒。危难时刻，高月穿着那身鲜血战衣冲出来救场，谁想到这俩人有一天会角色对调呀？不废话了，高月拔下赤手甲变身了。刘子也不示弱，两人一见面就拼刀了起来，但高月最后还是停了手。结果还是被刘子劫了反击，结果还是被刘子一脚踢飞。刘子悠然自得地向高月走过去，但高月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立刻变换战衣形态。刘子轻轻松松躲过了攻击，高月又把战衣调成飞行模式，一个肘击砸在刘子身上。高月不给刘子喘息的机会，居然又变换战衣形态，攻势就像旋风一样，打得刘子措手不及，只好拼命防守。可攻击并未对刘子造成什么大伤害，看劝不住他，两人只好又打起来。高月指挥鲜血战衣，战衣立刻反应变成闪刃模式，结果被刘子一刀斩断。刘子发现了高月攻击的破绽，原来高月只是在单方面发号施令，根本就和鲜血战衣没默契，结果被刘子一把拦住，直接就把高月甩飞出去。刘子完全识破了高月的攻击套路，高月被打得找不着北，失去了还手之力，被刘子狠狠地揍，被像皮球一样来回拍，最后一脚高月彻底没了抵抗力。刘子没耐心了，准备结束这场战斗，突然间炮弹来袭，是蛇崩拎着导弹来帮忙，可刘子把射来的炮弹全毁了。袁山也加入战团，跟刘子斗得不可开交，烟一散，那巨炮就对准刘子了。牟田在远处按下了红按钮，炮弹正中刘子，一瞬间火花四射，但刘子居然毫发无损的又站起来了。大意的刘子没料到敌人还有备胎，风纪委员长掏出吸尘器瞄准刘子，打算把刘子和战衣纯洁分开，这全在高月的计划里。刘子气得牙直痒，但那大号吸尘器也没什么用。真木凤突然出现，把吸尘器干掉了，然后告诉大家，如果硬分离，刘子可能会失血过多直接挂，这让高月进退两难。与此同时，罗小已经到了原初生命站围的地方，多年的准备就要实现了，李欣快要诞生了。突然狂风起地震动，巨星载着罗小直奔本能自学院。刘子这边战斗还没停，只见他一刀挥下，那释放出来的威力把人全锤飞了。高月依旧在坚持抗争，刘子射出战衣一脚，把高月的武器打飞，趁势靠近，把战衣鲜血撕碎。危急时刻，贞子跳出来对刘子开启了嘴炮模式，让刘子一愣一愣的。贞子凤觉得贞子碍事，准备解决贞子，好在鲜血及时出现救了贞子。红发男开着机甲攻击真木凤，结果被打飞进海里。
为了战衣的高月也冲向真木凤。猛烈的打斗下，还是难解难分。真木凤让刘子去干掉贞子，刘子正要动手，高月抓住机会，把双刀插进刘子胸口，划出一个口子，将鲜血战衣和贞子送进刘子体内。没多久，刘子体内扔出太刀，把真字凤钉在铁柱上，使劲吃奶的劲儿，把战衣纯洁扒下来，鲜血顿时喷出来。就是妈给的白礼服，他也懒得穿，还得把衣服撕成碎片，说还是穿着没洗的水手服更有味道。听这话，鲜血战衣哭得稀里哗啦。刘子原本想好好安慰鲜血，结果鲜血哭得更凶了。真木凤被钉在铁柱上，还能硬撑着没死，把身上的茧子拔了出来，伤口就愈合了。梁木凤挥出2股劲大的刀锋，刘子一只手就挡住了攻击，真字锋又攻过来了。刘子双手变成利刃挡着，巧妙地抓住敌人的破绽，用膝盖狠狠一顶真木凤，让他完全失去了平衡，空中转了的360度，一脚把对手踢飞出去100米远，顺手把片剪太刀夺了回来。真木凤又站起来了，正想用绝招生命反缝控制大伙儿，却被刘子花里胡哨的刀法给破坏了，然后身形一闪，绕到背后偷袭，一剑刺向刘子的要害，但那只是刘子的残影，快得像闪电的刘子出现在他背后，连招用的行云流水，把真木凤的胳膊给卸了，血喷的到处都是。真木凤还是一点没慌，但刘子的花招让他瞬间不镇定了，连带着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，然后把他手臂上的生命战维全吸收。真木凤脸色一变，怒气直冲，谁想到一贯笑里藏刀的真木凤也会栽跟斗，正要收拾了对方，覆盖者突然横插一杠，在凤凰丸掩护下，真木凤被救走了，母田开的大炮也被覆盖者给挡下了。刘子马上准备追，却没发现自己的血槽快空了，总到大家出马肉一手了。覆盖者一大堆，倒给反抗者们送来了生力战维和伙伴，一堆吸尘器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大背头学长也跃跃欲试，居然一人扛起9个吸尘器，实力堪比一支部队，众人火力全开，又救下一批同伴。贞子一家迅速展开救援，裁缝部也开始回收生命战维。气急败坏的真木凤根本不听劝，但想到自己还有任务在身，于是暂时收起了怒气。这个任务正式完成神医神罗，高月也将破烂不堪的战衣纯洁回收。经历过这么多的奇葩事情之后，高月终于解释清楚了来龙去脉，为自己的傲慢向刘子表达歉意。刘子决定不再计较，众人围在一起享受难得的晚餐时光。刘子也感应到罗小正在逐渐逼近，经过改造的战衣纯洁已经能被高月完全掌控。面对如此，且风部长一直丝毫不慌。原来他居然深藏不露，也知森行不入，也拥有极致符3星极致符之装。生命战维的终极目的也终于知晓，那便是在被发射到外太空之后，彻底将整个地球完全覆盖，吸收地球的所有生物产生的能量，然后引发爆炸，再次散播到宇宙中，借此达到繁殖的目的。知道真相的众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不知不觉中，敌人已经来袭。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双辈分的暴衣女孩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可在草中也终于并肩作战，面对敌人的第一波攻击，两人开启了各自的飞行模式。这样的王炸组合可以说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此时驾驶太阳王号的美梦面前突然出现超大型覆盖者挡住去路，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，以之前的战力来看根本打不过。突然间一个衣柜从天而降，借着巨大的手臂砸向敌人，使身穿战斗制服的干饭王贞子回归了。裁缝部长一只也在全力赶制战斗制服，覆盖者再次发动攻击，贞子拿出特制的超大号吸尘器，刚一出手，敌人立马被打出个通透的大洞。大家急忙围过来帮贞子，刘子和高月也发觉到了原初生命战维，终于追上那个大魔头罗小。刘子带头冲上去攻击，谁知道自己的招式被罗小轻松挡开，高月跟着上前攻击，同样被拦截。面对他们的夹击，罗小一个人对付2个完全不费劲，两边交手好几招，罗小还是丝毫不乱。高月先是被打退，刘子也没能逃过，紧接着一脚把高月踢飞好远，然后罗小直接往天上飞，高月和刘子也跟着飞上去追。3个人在天上开启了激烈的攻战，两人默契配合，想夹击罗小，结果还是连一点点伤都没给对方造成。刘子一转攻向原初生命战维，结果被罗小发现了。罗小操控原初生命战维发射了无数导弹，刘子第一个被导弹打中。干饭王贞子吃饱了饭，满血复活，一边吃饭一边打架，真是奇葩到家了。但敌人太多了，原初生命战维突然改变方向，朝着太阳丸号移动过去。
张大了嘴巴，似乎要把太阳王号吞了，发射了一堆炮弹攻击太阳王号。美梦老师立马反击，结果炮弹都被敌人的护盾挡住了，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。好在穿着制服的四天王及时到了，4个人的战报制服又升级了。接着他们开始变身，4个人齐心协力，终于开始扭转战局。一看到凯秀，敌人立刻被消灭了大半。刘子和高月还在苦战中坚持，两人开始显露疲态。四天王也拿出了全部的力量，抵挡敌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势。看到情况越来越危险，机器中的刘子立刻冲了上去，结果被罗小穿透了身躯，然后又被斩断了身体。难道刘子就这么没了？愤怒的高月冲向罗小，攻击却被罗小单手接下，罗小出手就把高月轻松制服了，然后抓着高月的头颅高高举起，但他不知道这都是刘子的计划。刘子又出现了，开始破坏原初生命战围。罗小这才意识到他在草丛里，刘子只是在装死的。被激怒的罗小怒气冲冲，准备对高月下手，被四天王及时挡下。4个人开始围攻大魔头罗小，太阳王号快撑不住了，急忙折叠成匕首模式，决定豁出直奔原初生命战雷核心。抢先一步的刘子开足马力，但核心坚硬的根本弹不动。太阳王号原本没动静了，在干饭王贞子的鼓舞下，终于动力全开冲向原初生命战围。贞子帮忙的刘子斗志满满，核心终于被他搞定了。可这局势还没完，真悟风又杀回来了，带着他厉害的终极作品神罗皎洁上场。他的胳膊在罗小的修补下又好了，终极决战就在本能4学院打响。这俩姐妹够磨人的，成天找妈妈罗小的茬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？原来罗小居然想灭绝全人类。大战终于打响，袁山带队想照到信号塔，却被保护罩挡住了。袁山不死心，想破开屏障，结果还是被查拿回来。高月双刀直刺老妈，罗小竟然空手就挡住了，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。高月找牙去了。刘子又跟真悟凤上演对决，突然间，大坏蛋罗小手里闪出一团光，那些被光照到的人身上的战斗服都开始变形了，连刘子也没逃过，高月也开始退化了。这就是神医神罗的威力，无法抗拒的绝对控制力。罗小随后又激活了原创生命战围，洪水一样的攻击朝学院涌来，场上所有人都差点被吞没，束手无策的刘子只能眼睁睁看着。大背头学长挺身而出护住贞子，自己却伤痕累累倒在地上。急中生智的刘子脱掉水手服，赤手空拳开始肉搏战。罗小那边还在不停的挑衅引怒，刘子看不下去了，冲上去劈砍如同切菜一般，但对罗小似乎一点用也没有。旁边的鲜血战衣急得只能干瞪眼，高月却在一旁劝他冷静。罗小指挥着原初生命战围吸收众人，刘子也被卡着脖子动弹不得。罗小还在那儿瞎扯淡，下一秒就被一股力量穿透了身体。出其不意是鲜血战衣化成的利刃，如同疾风般的闪跃，战衣鲜血变成高速旋转的钻头，直接洞穿了罗小的身体，在他身上打出一个巨大的洞，神罗的力量也随之消散。众人终于迎来了反击的时机，这让罗小异常愤怒。刘子抽出赤手甲变身了，此时的他悟出了人与衣服合一的真谛，一头撞击铁头攻上眼，正如姐妹俩一样能踏穿钢板。刘子和高月的实力达到了顶峰，而罗小则是一脸慌张。四天王被高月派去破坏信号塔，但被真悟凤拦下了，他们再次陷入了苦战。这时大背头学长如陨石坠落，直冲信号塔而去，发动战斗制服撕裂保护罩，释放出强大的光波攻击，不断轰击信号塔的外壳，直到外壳被炸出一个大洞。反制服2人组跟上，发射出车机甲，成功引爆了机甲，摧毁了信号塔。罗小分心的一瞬，刘子和高月齐发攻击，罗小被刀分成2半，两人合力追击，大获全胜，把罗小的身体彻底撕成碎片。正当两人认为胜利在望时，老奸巨猾的罗小居然还有后手，向真木凤下达命令。秒懂的真木凤居然舍弃了身体，让自己被原初生命战围吸收，这便是原初战围的终极形态。随后将自己献祭给大魔头罗小，完成最终进化的罗小拖着40米长的推进器，点燃引擎，将自己发射到外太空。多年的筹划终于快要实现，罗小一声令下，世界突然变天，全世界的人类瞬间化作升空。危急关头，刘子还是站了出来，让众人将身上的制服都交给他。插入画面，刘子的战衣也完成了最后的进化。就这样，刘子也化身成火箭，朝着外太空飞去。罗小表示现在已经为时已晚，劝刘子别再浪费力气。双刀终于完成合体，变成超大号的剪刀攻向罗小。
然而攻击却没有任何效果。轮到罗小出手了，变换出无数利刃刺向刘子。躲闪不及的刘子还是中招，但刘子并无大碍。战斗进入胶着状态，任凭刘子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无法将罗小击败。有一次被刺中的刘子，伤口居然快速愈合。丧心病狂的罗小居然一点不念母女之情，对刘子展开更加疯狂的攻击。没想到刘子竟然会主动送上门，罗小完全不知道中了刘子的圈套，将罗小身上的生命战维全部吸收。中计的罗小彻底懊恼，低至我们不是人也不是一。刘子一声令下，地球回归正常，众人化作流星开始坠落，罗小也终于变得一无所有。然而他还不死心，最终选择自我毁灭，化身尘埃，继续漂流到宇宙中，而心血也逐渐在消失。因为神罗角的力量实在太强大，立马带着刘子返回地球，利用自己最后存在的一点时间护送刘子回去。鲜血也从此以后消失在世界上，刘子也被所有人给接住。这次他终于回到了大家身边。